如果你还想挽回王思婷对你的信任，你就得服从我，乖乖的跟我合作。可是为什么要杀人？天美她很聪明的，只要警告她不要乱说话，那就够了。不够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为什么反对我和巧恩在一起，因为她是你以前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你生命最重要的那个人是谁？李瑞明。如果当初没有他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。好好保重。你怎么了，艾琳？哎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已经是个杀人凶手了。你对我的好，我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你在杨立威的身边有一段日子了，你真的对他一点心动的感觉都没有吗？这世上能让我心动的，就只有你，陈顺天。还是要感谢你，让我心动，我爱上你。醒过来的时候，孤单在执着，解开贪恋的梦。这段日子委屈你了。为了你，一点都不委屈。离开我的时候，眼角的空洞，我终于明白，爱在换季后。艾琳，你这一生为了我，选择一条错误的路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希望你一路走好，来生能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卢广猫和耗子，不用了吧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爱过艾琳，但我知道艾琳对你是义无反顾的。只有自私卑劣的人，才会利用别人对他的爱。每个人都有执念，为了所爱，就算做再多的牺牲，也无怨无悔。少为自己找借口了。那你呢？难道你就没有贪念吗？你冒充李瑞明，入侵他的家庭，欺骗他的老婆和孩子们，难道你的行为就很高尚吗？你只要知道，此时此刻，我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敌人。朋友，那你费尽心思想要帮我，你的执念又是什么？已经不重要。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。算了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忽略自己，就因为遇见你。没办法，好可怕。那个我不像话，一直奋不顾身，是我太傻，说不上爱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就当
长，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。因为成长，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。如果你能永远抱着我，那就好了。我会永远的抱着你，我不会离开你。我真的很舍不得你。你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。卫星，卫星，卫星！看 ，Good day。好险啊，舞蹈！你再不喊看，我就快憋不住气了。嘉文 ，Good job。好，大家，电影的最后一场戏终于拍完了，大家辛苦了 ，It's a wrap。晚餐我请。舞蹈万岁！要不一起去？不去啦，今天很多呼吸，有点累。那我送你回去。好吧。走。谢谢你啊，云斌。如果有麻烦的话，我可以自己叫车回的。戏都杀青了，以后要送你的机会也不多，不要跟我这么客气啦。上车吧。怎么了？有没有看到附近有人？有啊。你也看到了？那里啊。不是他啦。那你说谁呀？算了。你有没有时间啊？陪我去喝一杯。我怕以后没有机会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今天没事吧？怪怪的。其实最近，我老是觉得有人在跟踪我，他们可能会对我下手。跟踪你的还会有谁？不是狗仔队，就是你的粉丝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是杀手。杀手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谁会想杀你？我就知道，我说了也没人会相信的。算了，我们去喝吧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你叫我来就是看你灌醉自己吗？你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。天妹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不是，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，你等我。喂，你看清楚，我是嘉文啊。原来是你啊，嘉文。你刚才把我当天美了。之前有人谣传你们两个是一对，是真的吧？我们本来打算拍完这部戏就公开我们的恋情，可是突然之间，他人就走了，而且还死得不明不白。他不是车祸意外死的吗？意外？很明显，他是被人蓄意谋杀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我没有醉，这句话我藏在心里很久了，我都不敢告诉别人。而且他的事跟你有直接的关系。跟我有关？他在出事的前几天，他告诉我，他发现了你的秘密。我的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你的片酬比他
多了10倍。怎么可能？他也是觉得不可能，所以就去找李老板问个清楚。没想到过了几天之后，他就出事了。是不是你想太多了？而且，到底是谁乱传？我的片酬怎么可能那么多？我也知道你的秘密，我也要死了。什么死不死的？不要再喝了啦！再喝一口。嘉文，妈咪，你为什么吓我？我才被你吓到。怎么了？脸色好像不太好。妈咪，你知道程天美是谁吗？是不是你取代她当女主角的那个人？刚才云彬喝醉了，跟我说了一个很可怕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程天美不是遇车祸，她是被人谋杀。谋杀？他说程天美以为我的片酬比他高出10倍，就去找叔叔理论，然后就出事了。那你的片酬？当然没有那么多，才不到2万，怎么可能从2万变100万？太夸张了！我一直否认，可是云彬就是不信。清者自清，他不信就算了。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，还扯上叔叔？你不是说他喝醉了吗？你就当是醉话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妈咪，你说我应该澄清吗？当然不要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陈天美找了你叔叔之后出事了吗？难道你不怕大家怀疑你叔叔是坏人？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是想澄清我的片酬其实很低。警方已经在查陈天美的案子了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快去休息吧。嗯。烧一下啊，那你烧一下啊。合在一起，这样子它就可以自动充电。来，快喝汤。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。你最近一定是很操劳，没有好好吃饭。看，都瘦了。怎么不喝了？是不是很烫？快喝吧。 妈咪，对不起，有天我说话过分了。吴资良，哪有隔夜仇？来，吃饭吧。慢慢吃。子健啊。 回家住好吗？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。要不你搬来嘉文家和我们一起住？我已经搬出来了，就在嘉文那里。你什么时候搬出来的？是不是因为我的事情，你跟 Daddy 又决裂了？你的事只是导火线，我跟你 Daddy 之间存在一些问题。 需要时间想想，想想要不要离婚。
嘉文家那里还有地方住，你搬过来吧。妈咪，乔恩现在身体很弱，他需要休养，我需要照顾他。我希望下个星期你能搬过来。妈咪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在你和 Daddy 的呵护下长大的，现在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，我想要学习自己独立，我想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。这就是你要的生活。现在只是暂时的啊。乔恩现在生病了，不能工作，但是等他康复了之后，一切就好了啊。你真的认为乔恩是真心的对你吗？妈咪，难道你不相信乔恩是想利用你向 Daddy 报复吗？乔恩他真的不是那样子的人。妈咪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也很爱你。你从小就教我要爱屋及乌，难道你就不能因为你爱我，你试着接受乔恩吗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可以用你的测谎手表去试他。乔恩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信任他，不需要测谎。妈咪，你能不能让我好好的吃完这顿饭？好吧。子健啊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送给我的。谢谢你这段日子对嘉文的照顾。你还是把我当外人，这份礼物我不能收。也许你觉得这个手表太廉价，配不上你的身份，可是以我们现在的情况，也买不起什么名表。你就不要跟我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这个手表我收了，你送给我的手表，我当然喜欢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对了，上一次你说过，等嘉文拍完这部戏，会跟他解约。什么时候我们上律师楼签文件？这件事情可能还要等到迟些时候再说。为什么？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消息。我们把嘉文他拍的那部电影的毛片送到中国去，那投资商看到了之后，他们都相当满意，很有可能会投资我们的电影公司。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如果嘉文打进中国市场，那他的前途就无可限量了。可是，我还是不希望嘉文太劳累，拍戏太辛苦了。不会的，我会让他休息的。再说，下一部戏的剧本还在创作的阶段，没有这么快开拍的。瑞姐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想成名的女孩子到处都有，你可以栽培她们呢，为什么非嘉文不可？我想帮他实现梦想，我要把他栽培成为国际明星。好吧，这样子吧。等我跟中国那边签下合约，尘埃落定了以后，我会想尽办法说服他们，让嘉文解约，好吗？思婷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相信我，我不会害嘉文的。好吧，我给你一点时间，可是我希望下次你不要食言。乔恩，回来啦，今天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。带了汤给你，来喝点汤。谢谢。哇，好香哦！哪里买的汤啊？是我妈咪炖给我们的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喝炖汤的，还是你喝吧。是吗？早知道我就买你喜欢的玉米浓汤。你妈妈是不是来叫你回家的？是啊，不过我没答应。你病不是还没好吗？乔，来喝水。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吃药了没有？不如我们去看专科医生吧。干嘛浪费钱？
钱可以再赚的，你的身体要紧。我可以再做多一份兼职的。你现在已经打2份工了，我不想要你那么辛苦。不辛苦，为了你，再辛苦也值得。真的不用了，明天我再去王医生那里拿强一点的止咳药就好了。明天我请半天假，我陪你吧。来，喝水。报告出来了。医生怎么说啊？说我没事啊，只是身体虚弱，多休养就会没事了。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开心啊。在诊所里笑容满面的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我是在配合我病人的身份。梁乔恩。哇，好舒服哦！这床褥是今年最畅销的款式，你们慢慢看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好，谢谢。怎么突然想要买床褥啊？我看你每天工作完那么辛苦，想帮你换好一点的床褥，你才能好好睡个觉啊。我不需要这么昂贵的床褥，我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哦，那走吧。你喜欢心形的钻石？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白马王子会拿这个款式的钻戒来向我求婚。为什么是这款？因为他就可以对我说，我用永恒的钻石代表我不变的心。现在把这颗心交给你，嫁给我吧。原来你这么浪漫。不过，看来应该没有机会了。有机会的，我会努力赚钱，赚够钱买这个戒指给你。我不要你买。我要买。如果你为了赚钱每天工作，我就见不到你了。我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，知道吗？乔恩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自从你见完医生之后，你就一直闷闷不乐。医生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我真的没事，只是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。那我们回家吧。好好休息。报告出来了。我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，知道吗？嘉文，你要装冷气啊？现在妈咪住的房间没有冷气，我想装一台，让她住得舒服一点。你越来越孝顺了。
哥，乔恩他，你确定真的是末期癌症？哥，你一定很伤心吧？他不想告诉我，可能就是怕我伤心。我现在也只能装作我不知道，不想刺激他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？嘉文，你可以借我一点钱吗？当然可以。你想借多少？3000块够吗？能不能借我多一点？我想要辞掉我的兼职，花多一点时间陪乔恩，然后再给他找专科医生，也许会有转机。现在是妈咪在帮我管钱，如果她知道你要拿钱来帮乔恩，一定会反对的。好，3000就3000。嘉文，谢谢你。先生，你真有眼光，这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求婚戒指。5000啊！这是接近无瑕疵的等级，有证书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第一次买钻石，请问有打折吗？你让我再考虑一下。好的，不过这是限量的设计，只剩这只，不买就没了。陈太午安，想找什么首饰？我今天要参加一个婚礼，就少了一个装饰品。哎，那枚戒指给我看看。好的。这是我经常买的等级吗？是。好，就要这枚。谢谢你，陈太太。你想干什么？阿姨，我需要这个戒指。这里是3000块，剩下的钱我以后再还给你。把这个戒指让给我，行不行？当然不行。我女朋友真的生病了，她很喜欢这个戒指，你让给我好不好？年轻人，没条件就不要带女朋友去看这么昂贵的钻石，现在弄到自己这么不自在，何必呢？哎，别再跟着我了，再跟我就叫保安了。这是我们那天看到的戒指。嗯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只要你喜欢，不管花多少代价，我都会为你得到它的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要让你知道。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乔恩，我用永恒的钻石代表着我不变的心。现在我把这颗心交给你，嫁给我，好吗？
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是因为你的病吗？你知道了？我全部都知道了。你都知道我要死了，为什么还要跟我求婚？我就是不要你一个人难过，一个人痛苦。我要陪你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天。我也是不想你难过，才瞒住你的。我明白，但是你太傻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同甘共苦吗？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？对不起。带上它。让我爱你，让我陪你。原来所有远行是为未来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我都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。不要放弃希望。朱迪，思婷，见到你太好，我还以为你没脸来见我了。为什么那么说？你们家真的穷到这个地步，没钱买钻石戒指，就叫儿子去抢劫？抢劫？你的儿子抢了我的皮包和钻石戒指。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几年前的妇女互助晚会，我们合照过。这是你的儿子李子健。这就对了。之前我看他很面善，找了这张照片我才敢确认。现在你自己也亲口承认他是你儿子。朱迪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昨天我去珠宝店，看到你的儿子想买一枚钻石戒指，却买不起。我买了，结果在停车场，他跟朋友结伙抢了我的皮包和钻石戒指。有伤到你吗？别假惺惺了，想打感情牌啊！可惜我已经报警了。不过在报警的时候，我还不敢肯定他是你儿子，就没向警方报上他的名字。能不能给我儿子一个机会啊？我不能就这样放过他的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查清楚，我会给你个交代的。拜托了，朱迪。好，明天傍晚之前，如果能看到我的皮包和钻石戒指，我就放过你儿子。谢谢。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？子健在吗？他不在。我可以进去等他吗？我可以说不吗，伯母？随便坐，我就不给你弄什么喝的了。反正你肯定不喝，子健也舍不得我操劳。这戒指哪来的？你以为是瑞明送我的啊？可惜他送我的都放在某个保险箱了。这戒指是不是子健送你的？是子健送我的求婚戒指。你怂恿我儿子去抢劫，那又怎么样？为什么你要带坏他？难道你真的要害他坐牢？伯母，您多久没有谈恋爱了？爱一个人，什么都可以为他做的。那是他以为你得了重病。我是病了，子健现在都可以为了我去偷、去抢、去坐牢。
甚至还有可能去杀人。你根本没有病，你装病，用这个理由来留住子健。伯母，可惜子健没你聪明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卑鄙？子健就是爱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到底要怎样，你才肯放过我儿子？你现在是要跟我谈条件吗？是。你到底要什么？老公和儿子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只要你放了瑞明，让他回到我身边，我马上和子健分手。子健，妈咪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为什么要去抢劫？我没有。那个被抢的富太太是我的朋友，她认出你是我儿子。为什么你那么糊涂，为了一个女人跑去犯法？你说的教育，父母的教诲，你都忘了吗？我没有抢，我承认，是我不甘心他买走了钻戒。虽然我有那个想法，但是最后我没有那么做。陈太说你和你朋友抢了他的皮包和钻戒，他误会了，我帮他追那个劫匪，可是最后那个包包还是被劫匪抢走了。那钻戒呢？为什么戴在乔恩的手上？这跟偷跟抢有什么分别？妈咪，你去跟你朋友说，钱我会还给他的。戒指就在楼上，你现在跟我拿下来，我们还给陈太太，跟她说明这是一场误会。妈咪，这是我跟乔恩的订婚戒指。子健，乔恩很喜欢这个戒指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妈咪，乔恩他生病了，癌症。他是在装病，他是利用生病作为借口把你留在身边。不是的，我看过他的医药报告。他亲口跟我承认了，你可以上去问他。我不问，我相信他。他在玩弄你的真心。我只要他开心。陈太太已经报警了，难道你要坐牢吗？坐牢就坐牢啊！妈咪，如果这一招可以让你消气，我无所谓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祝福我跟乔恩。Judy， 这是1万块钱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只要我的皮包和我的钻石戒指吗？对不起 ，Judy， 是我管教无方。你给我多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戒指要回来的。不行，你先把钱收下。你能不能别告发我儿子？你这样子是在姑息你儿子，你知道吗？亏你以前还是我们圈子里的典范。Judy， 是我儿子不懂事，你给我多点时间，拜托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李瑞杰的衰期跟旺期，这也能算得出？每个人都有3衰6旺，当你走好运的时候，
做什么事情都顺顺利利。李瑞杰对兄弟都能做出丧心病狂的事，为什么这种人天来帮他？真没天理。天理循环，他会有报应的。你只要听我的话去做，从现在起，24小时跟踪他，掌握他的一举一动。所以你会选上我，是因为我够倒霉吗？既然你那么想死，不如把你的命卖给我。难道从一开始，陈顺坚就已经算到我会有大劫？他当初一直暗中跟踪我，故意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出来帮我，把我改造成李瑞明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不行，不能一直任由陈顺坚控制。一定要想办法反制才行。我的命盘为什么和李瑞明的命盘摆在一起？李瑞明和陈顺坚到底是什么关系？